嗨，大家好，我是三毛。这一期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自媒体这些年来的历程，以及该如何在自媒体这条道路走下去。在分享之前呢，首先要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一直都在默默的支持我，关注着我，看着我一路成长。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大家。其实我呢是从14年左右的样子就开始做自媒体了哈，只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就做了一个全职自媒体。大家关注我比较早的粉丝哈，应该都知道我之前呢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回来呢做过很多的行业哈，后来呢到幼儿园当了一个体育老师。其实那个体育老师呢，从周一到周五呢，也就是上1节课，每天上1-2节课的样子，其他时间呢都是在那里闲着，也就是混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那一口饭吃哈。星期六、星期天呢，我都全职在外面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因为我星期六、星期天基本上不休息的，很少有休息，因为那时候我在那些传媒中心哈接那种商业活动。每天的话，当时我们做那种水果雕刻，每天去那个营销中心哈，那些庆典类啊，那些婚礼哈，那些反正那些活动类的场合做一些这样的展台的话，每天都能做到上千块钱一天哈，好的话做到上万块钱一天的也有。其实怎么说呢？当时做自媒体呢，其实也只是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分享，也不知道自媒体它能真正的给我带来什么。后来呢，分享的这些图片啊，一些视频啊，给我带来的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的小收益的时候啊，我就开始重视了这条道路可以走下去哈。慢慢的呢，就自己在家里面琢磨怎么样去拍视频。关注我的老粉都知道，我之前是用手机拍的哈，一个人搁了一个床板，就在床板边上拍的。拍的那些特别简短的视频，也是非常，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很少看到这种短视频哈，只是现在的话，大家看厌了，是不是？从刚开始的1个粉，到几百个粉、几千个粉、上万个粉，到现在的几十万粉，从刚开始的几个播放量，到几千个、上万个、上10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个播放量，到现在又回到几千个播放量哈。其实这一路走来呢，心里面也非常的多的感慨哈。其实我呢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个人自媒体。不会像那些大 V 一样几百万粉、上千万粉丝那种大 V 都有团队、有策划、有专人的拍摄啊。其实我呢都是一条龙的哈，从雕刻、剪辑、发布，到什么，反正什么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完成，没有任何人帮我的。所以有时候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时候对焦对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啊，因为我一个心在那里去雕了。我的眼睛没有注视在那个相机上面，所以它拍的好与不好，全凭这个相机的自动对焦怎么样。关于这个创意这一块呢，其实我这个脑袋呢也想了很多，也去看了很多关于这些创意方面的一些东西哈。其实像做立体的刮雕哈，做一些人物的刮雕，其实当一个系列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想新的一个创意，就像手工拱一样，我就不相信它有这么多创意。其实有时候你做一个作品，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去拍摄、去剪辑，到最后播放量还不如你一个随随便便信手拈来的一个小作品播放量那么高。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做那些东西就觉得很无意义。做水果雕刻师的话，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行业吧。它第一个是比较干净，第二个是有的吃，不会像其他一些玉雕啊、那些木雕啊、核雕啊，都是特别枯燥的那种环境当中。我们这个虽然有点枯燥，但是
做完了它是可以吃的，对吧？关于将来该如何去把自媒体这条道路走下去，其实我呢有几个点。其实我之前就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一直都被我，因为各种种原因一直埋藏在心里面，没有去实现哈。在疫情来临之前呢，我就想着去全国各地的果园里面，走一遍，也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外面的一些东西哈，去寻找一些你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去果园里面走一走，去全国各地的果园哈，去看一看全世界的各种水果，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些工艺品。然后呢，在这个其中呢，可以做一些商业性的一些东西，比如带货哈、直播啊，或者怎么样去把这个当地的一些特产带出去，这样呢也能给自己挣来一些收益，或者怎么样，也增加了自己的一些见识哈。当时呢，我是买了一台飞智250，我确实非常的想去走了的，因为我当时候还没有生我那个老二。然后突然就来了一个疫情，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一直呢，这一件事呢就一直都把它压下去了。到现在我老大现在已经上2年级了，每天都需要我去接送。老二呢，明年马上又上幼儿园了，我不知道这个道路我还能不能去实现。我现在呢又买了一台小车，其实我这个愿望呢一直想去实现的，买了一台户外监听器，我也想去走，但是就是那种有时候冲动的时候就真的想一个人就走了。尤其像面对现在这种状况一个人在家里面创业，旁边人呢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到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如果你在这种创意非常枯竭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去拍什么或者想干什么。我就呢一个人坐在河边面钓鱼，放松一下自己。有时候创意来了我就拍一个，创意没有了我就简单的做一些非常平常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种水视频其实这个也是一条非常容易让自己走死的一条路，我还是想去把这条路走下去，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当然我还有一些备选的道路，比如说去做一些系列做一些军事系列的或者教程系列的。但是我之前也尝试过做直播，去做一些教程类的，但是效果呢非常的一般因为雕刻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东西，不会像我在大家视频面前呈现的只有3分钟到5分钟的样子其实一个视频的话，你长时间这样子看下去的话，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枯燥，尤其是面对那种路人就特别的无聊，除非是那个极个别很想学习的，很想学这个水果雕刻的才会有用。当然对于我们这种全职自媒体人的话，你要靠这个赚钱，所以说这条道路是肯定行不通的，只能说做一个专辑或者一个系列在这里摆着，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学习一下还可以。如果专门去靠这个来营收的话，我觉得不会很现实。当然如果我要收费的话比如说我做一些系列去收费的话，我觉得真的会很少人买。因为我做了一个商铺就是哔哩哔哩现在不是开了一个手工的一个商铺嘛，其实我在线下的话300块钱一个，600块钱一个也有人订其实当你在线上去开通一个这样的话，300块钱一个雕一个苹果，或者600块钱雕一个西瓜，很少人去愿意采购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厂商里面
我们在长沙做活动的话，一个西瓜卖到1万多，你们可能都不敢相信。有时候一个西瓜最高的哈，我们给商家做一个场活动，就雕一个西瓜，一个西瓜卖到3万多，你们敢不敢相信？是吧？你们肯定不敢相信。所以说嘛，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好的思路的话，希望大家不吝啬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一些好的建议和创作方面的一些思路。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